好的，谢谢你，麦克。我再说几点，然后我们回答记者的提问。首先，我想很多美国人会问，为什么格陵兰如此重要？为什么这个基地的任务对美国人民如此重要？今天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当然，你可以从书本上读到这些，但我今天亲眼见证了我的美国同胞们，如果不幸有敌国或敌方潜艇向美国发射导弹，正是我们面前的这些人会向南边的美国军人们发出预警，告知大家危险将至，并且希望能将其击落并做好准备。这就是我们在类似这样的设施所做的工作之一。我们知道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对北极通道、北极航道乃至北极地区的矿产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们需要确保美国在北极地区发挥领导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美国不这样做，其他国家就会在我们落后的地方填补空白。所以你们所做的工作至关重要。我想很多美国人，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川普总统开始谈论我们北极使命的重要性，谈论要在此基础上发展，确保美国能在下一代继续引领北极地区之前，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现在，我想谈谈丹麦的行为和与我们的互动。丹麦有时是与我们合作，但老实说，在过去20年里，在某些情况下，丹麦有一些未能做到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地方、这个基地及周边地区已经不像30-40年前那么安全了，因为我们的一些盟友没有跟上。随着中国和俄罗斯对格陵兰、对这个基地、对在这里的勇敢美国人的活动的兴趣日益浓厚，我们知道，我们的欧洲盟友往往没有跟上步伐，他们没有跟上军事开支的步伐，丹麦也没有投入必要的资源来维护这个基地，保护我们的部队，以及在我看来，保护格陵兰人民的安全，使其免受来自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许多非常具有侵略性的入侵活动。现在，川普总统正如他一直所说，也正如许多人所认识到的那样，是一位爱好和平的总统。我们希望与所有国家建立良好关系，这甚至包括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中俄建立良好关系。但建立良好关系的一部分是在必要时展示你的实力。不幸的是，过去20年，格陵兰在安全方面的状况是，我们在基础设施方面投资不足，在安全架构方面投资不足，而且正如麦克所说，我们对那些从事艰巨工作以保护我们所有人安全的勇敢军人的投入也不足。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几周前，当我指出我们的丹麦盟友在某些方面没有跟上步伐时，丹麦方面就传来了很多批评的声音。很多人攻击川普政府、总统、我本人以及我们政府中的其他人，因为我们说出了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丹麦在保障格陵兰安全方面做得不够好。而且，你知道我听到的一种说法是，那么那些在反恐战争中与美国并肩作战而牺牲的丹麦人又怎么说呢？好吧，听着，我们当然尊重我们的丹麦朋友20年前在反恐战争中做出的牺牲，正如法国人尊重80年前美国人在诺曼底做出的牺牲一样。但是，承认过去存在重要的安全伙伴关系，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不能就如何维护我们未来的共同安全与盟友存在分歧。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任何程度的施压、混淆视听或搅浑水都无济于事。我们向丹麦传递的信息非常简单：你们在对待格陵兰人民方面做得并不好，你们对格陵兰人民的投入不足，对这片居住着底了不起的人民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美丽土地的安全架构的投入也不足。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正因为这种情况没有改变，川普总统在格陵兰的政策才是现在这样。这与川普总统第一任期的政策是一致的。当时你们看到我们在北极安全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未来4年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最后，在把时间交给媒体之前，请允许我就格陵兰人民说几句。这位上校，这里的基地指挥官，他第一次来这里时还是个少尉。我想上校，这是你第2次在这里驻扎了，我们为你感到骄傲。也为所有在这里服役、帮助保护我们安全的各位感到骄傲。我听说了很多关于我们美国军队对当地格陵兰民众所表现出的尊重，
我们为猎人和架狗雪橇的人建造和提供住所。我们设法将传统部落土地移交给一些当地民众，以确保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生活。正如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到的，我们尊重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我们相信格陵兰人民拥有自决权。我们的论点很简单，矛头不是指向格陵兰人民，我认为他们非常了不起，而且在这里拥有绝佳的机会。我们的矛头实际上是指向丹麦的领导层，他们在格陵兰投资不足，在其安全架构上的投资也不足。这种情况必须改变，美国的政策就是要改变这种情况。我很自豪能和这么多勇敢的美国人站在这里，以便更好地了解这项安全任务，更好地了解你们各位每天所做的工作，对此我深表感谢。对于你们的服役，我更加感激。我爱你们，我为你们感到骄傲。川普总统坚定地支持你们，在他的整个任期内都会如此。谢谢大家，上帝保佑你们。好了，现在我们回答几个问题。你们两位都举手了，戴红围巾的这位，你先问吧。好的，谢谢您，副总统先生，请问美国是否有计划在这个基地之外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目前是否有立即扩大我们军事存在的计划？没有，但我们是否有想要达成的总体目标？而这些目标肯定需要我们投入更多资源，投资额外的军事力量，比如破冰船，投资额外的海军舰艇，以加强在格陵兰的存在感。绝对有，我们知道这是必要的，因为正如麦克谈到的，当然我也谈到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安全足迹和安全利益已经有所扩张。他们正在做他们认为符合自身利益的事，美国则必须做符合美国利益的事，那就是确保格陵兰的安全。如果格陵兰失去自决权，如果格陵兰人民的未来被中国共产党掌控，这不仅不会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且最重要的是，这将极大削弱美国和世界的安全。我们需要清醒过来，我们需要摆脱过去40年那种失败的共识，即认为我们可以无视那些扩张野心的强国的步步蚕食。我们不能再把头埋在沙子里，或者说在格陵兰把头埋在雪里，假装中共对这片广袤的土地不感兴趣。我们知道他们感兴趣，他们已经采取措施，让格陵兰陷入荒谬的债务陷阱，以便在这里投资和开采资源。而且我们知道他们正在向这里派遣大量军事资源。是的，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将应对这一挑战，我们会在这里投入我们自己的资源。我们在这里已经有很多重要资源，但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做得更多，以对抗一些与我们存在竞争的国家。非常感谢您，副总统先生。总统今天说，我们必须拥有格陵兰。您今天来到这里，是否也是在传达美国非常认真的想要收购格陵兰这一信息？总统说过，我们必须拥有格陵兰，而且我认为我们确实必须更加重视格陵兰的安全问题。我们不能忽视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忽视总统的意愿，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视我之前提到的，也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在格陵兰的渗透。我们必须做得更多。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中明确表示，我们尊重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但我再次向他们提出的论点是，我认为相比于一直处于丹麦的安全保护之下，纳入美国的安全保护对你们来说会好得多。因为丹麦的安全保护实际上意味着他们把一切都推给了勇敢的美国人，希望我们来买单。我们只是想告诉格陵兰人民，总统说我们必须拥有格陵兰，他的意思是这座岛屿并不安全，很多人对它感兴趣，很多人都想插手。我们知道美国关心这座岛屿的安全，这既是为了格陵兰人民，也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所以我们的立场非常简单，
是的，对，格陵兰人民将拥有自决权。我们希望他们选择与美国合作，因为我们是地球上唯一会尊重他们主权和安全的国家，而且他们的安全与我们的安全息息相关。正如这些勇敢的美国人所展现的那样。我是 ABC 新闻的约翰·帕金森，感谢您带我们参与这次历史性的访问。我想问一下关于上周大西洋月刊报道的新闻，我们之前问了几个关于格陵兰的问题，您已经回答了。我想问，您是否向总统表达过您反对打击胡塞武装的担忧？另外，您在那个 Signal 讨论组里说，总统没有意识到他对也门的指示与他在欧洲问题上的信息不一致，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是完全这么说的，我认为你对我所说的话有点误解。不过，过去一周，我们当然在美国媒体上讨论了我称之为信号门的事件。我告诉总统和整个国家安全团队的，是的，维护航行自由符合美国的利益，是的，消灭在红海阻止航行的恐怖分子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做得对，我们必须谨慎。我们必须确保时机恰当。我认为那次泄露所揭示的电影是总统高级顾问之间的一次私下沟通，内容是关于如何最好的让美国人民了解我们为什么要采取必要的行动以及行动的最佳时机。当然，我们也提出了我们需要决定并向总统汇报的战略性问题，以便他最终做出决定。正如人们在那次 Signal 讨论通讯中看到的，以及我在总统的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中所看到的，就是我们有时意见一致，有时意见相左，但重要的是，我们所有人之间以及与美国总统之间都能进行坦诚的对话，讨论我们认为什么才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我支持总统打击胡塞武装的决定，而且一直都支持。我也支持国安团队就如何最好地维护美国人民的利益展开讨论。请继续。在今天的安全简报中，您是否了解到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您以前所不知道的具体威胁？这些威胁是指战舰、破冰船等军事装备，还是经济方面的？我不想说的太具体，没错。我们知道中共对这个岛屿非常非常感兴趣，我们看到他们试图对格陵兰施加一些经济压力，我们也知道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军事训练并表现出军事兴趣，当然他们已经开始自称为近北极国家。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让他们对格陵兰及周边地区产生进一步兴趣显得合理，所以我们有非常确凿的证据表明中俄都对格陵兰感兴趣。他们为什么会对格陵兰不感兴趣呢？这是个美丽的地方，这里的人民也很棒，它的地理位置使其不仅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而且对世界安全都至关重要。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中国和俄罗斯要追求他们的国家利益，我们就需要一位会追求美国国家利益的总统，而这就意味着要确保格陵兰的安全。关于 Signal 聊天记录泄露事件的内部调查，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最新进展？调查结束了吗？调查结果是什么？我想我们很快会有更新。听着，我们对此非常重视，我们都承认不应该邀请记者加入那个聊天群，政府成员包括我的好朋友麦克已经为此承担了责任。但我发现美国媒体对这个问题的痴迷，这非常非常有意思。我记得大约4年前，美国军事领导层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导致13名无辜的美国人在阿富汗丧生，并将价值约80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交给了世界上最恶劣的恐怖组织之一。多年来，美国媒体一直在为拜登政府打掩护。拜登政府拒绝解雇任何将军，甚至拒绝就所发生的事情展开任何有意义且实质性的内部调查。而现在，就是这同一批为拜登政府掩盖的美国媒体，却非常非常热衷于仅仅因为一个 Signal 讨论组的事情就逼迫美国总统解雇某人，就因为一个 Signal 聊天群。美国媒体的这种行为并不诚实。
如果你们认为能迫使美国总统解雇任何人，那你们就想错了。川普总统周一、周二、周三、周四都说过，我作为副总统，今天周五也在这里重申，我们支持我们整个国安团队。我能问一下，请说。关于关税已经出现了一些报复，至少媒体有信号显示，加拿大会做出回应，其他一些国家也会对总统的关税措施做出回应。对于那些会看到汽车制造业、新车等方面成本增加的美国民众，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是购买美国货吗？或者什么别的？好的，请允许我讲几点。首先，对于加拿大，我们在加拿大有很多亲爱的朋友，我们喜爱加拿大人民，但是加拿大领导层威胁要对美国进行报复性关税，正如川普总统常说的，他们根本没有胜算。加拿大不可能赢得与美国的贸易战。川普总统所说的是，他希望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几十年来，加拿大领导层一直强迫美国农民和制造商遵守不公平的规则。川普总统所说的就是，我们不再遵守不公平的规则了。如果你们要对我们的产业采取行动，我们也会对你们的产业采取反制措施。这才是保护美国制造业和美国就业岗位的方法。现在，我想对美国人民说的是，总统竞选时就提出了这一点。他非常清楚地表示，我们不再当全世界的钱包了。40年来，就像我认为我们的欧洲朋友忽视了国际安全一样，40年来，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很多朋友都把美国当作钱包。他们利用我们来消化他们所有的过剩经济产出。这对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呢？对美国人来说，这意味着制造业岗位流失，中产阶级工资下降，整个城镇因工厂倒闭而变得空心化。而且这意味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因为我们的制造业实力已不如30年前。我面前有这么多勇敢的美国人，我身后也有几位。我们希望万一不得不派美国军人上战场时，他们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武器，而且这些武器是在美国而非中国制造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重建美国的制造业。美国充当世界存钱罐的日子，工厂倒闭的日子，人们在这个国家找不到中产阶级工作的日子都已经结束了。是的，这意味着我们甚至要反击我们的一些朋友极其不公平的经济行为，但这样做的长期结果将是为美国人民带来更高的工资、更多的制造业和更强的经济安全。我们再回答几个问题。关于俄罗斯，美国是否同意了克里姆林宫所说的黑海休战所需的那些条件，其中包括解除对俄罗斯银行实施的制裁？川普本周表示，他仍在研究此事。目前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在流传，我认为其中一些是翻译错误，还有一些甚至不完全清楚对方的要求是什么。但总统说过，正如他所说，我认为我们对目前的进展感觉非常好。我们采取的是信任但要核实的态度，我们确保一方所做的，另一方也会相应做到，反之亦然。但我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我们必须记住，这场战争是在乔拜登政府时期开始，并导致了难以置信的人员伤亡和破坏。近4年来首次归功于川普总统的领导，我们有机会真正实现和平解决。总统将每天努力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当然，随着我们继续取得进展，我们会随时向各位通报最新情况。我认为，回顾我们讨论过的内容，我们显然达成了能源基础设施停火，还有一个我认为即将完成的黑海商业停火。一旦达成，我们将致力于下一阶段的停火。好的。总统之前谈到接管格陵兰时，并没有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但您今天的说法似乎更倾向于鼓励格陵兰人民投票争取独立。您觉得这方面的说法变了吗？或者您想传达什么信息？我不认为立场有任何改变。听着，总统明确表示过，他认为没有必要动用军事力量，但他绝对相信格陵兰岛的安全至关重要。这不仅关乎美国，也关乎世界。当然还有格陵兰人民自身。这很简单，我认为总统在这方面的立场一直非常一致，从他的国情咨文、就职演说到他发表的每一次公开声明都是如此。格陵兰这片领土对美国的安全确实至关重要，它目前极其脆弱。如果格陵兰人民愿意与美国合作，
而且我认为他们最终会与美国合作，我们可以让他们更安全，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保护，而且我认为他们在经济上也会好得多，这是必须发生的。而之所以必须发生，我不想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在丹麦的朋友们没有尽到责任来维护这个地区的安全，他们就是没做到。这很简单。对于攻击县政府的美国媒体朋友们，我们除了指出显而易见的事实，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难道要放弃北大西洋吗？难道要把北极拱手让给中俄以及其他不顾美国人民最佳利益的政权吗？我们别无选择，我们需要在格陵兰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既是为了保障当地人民的安全，也是为了保障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我们再回答1-2个问题。好的。川普本周表示，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收购格陵兰。沿着这个思路，我的问题是，是否已经制定了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的计划？总统所说的是，对儿，我们需要在格陵兰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之所以需要这样做，还是为了美国人民的安全。我们认为将会发生的是，格陵兰人民将通过自觉选择从丹麦独立出来，然后我们将在此基础上与格陵兰人民展开对话。所以我认为谈论过于遥远的未来还为时过早。我们认为永远没有必要动用军事力量，我们认为这合情合理，而且因为我们相信格陵兰人民是理性和善良的，我们认为我们将能够以唐纳德·川普的方式达成一项协议，既确保这片领土的安全，也确保美国的安全。我再回答一个问题。您谈到了经济利益以及美国如何能更好地促进格陵兰的经济发展，您能就此多谈一些吗？我知道赖特部长在这里，你们讨论过能源问题吗？比参议员也在这里，我想了解一下相关的讨论情况。不对，我的观点其实是提其他国家已经明确地垂涎于格陵兰，而且我认为其目的是在这里进行经济剥削，诱使格陵兰陷入可怕的债务陷阱。这会让格陵兰人民丧失自决权和主权，而且将他们的未来抵押给那些并不关心他们最佳利益的敌对国家。这不是美利坚合众国想做的，我们想做的是保护这片领土的安全，因为这不仅关乎我们，也关乎居住在这里的人民。好了，各位，谢谢大家，请允许我最后对在场的各位守护者、空军士兵以及其他军人们再说几句，谢谢你们。作为一名像我们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兹一样也曾服役过的副总统，能够深知其中的牺牲，并看到仍然有这么多优秀的美国年轻人愿意穿上军装报效国家，这让我感到无比荣幸。你们让美国变得更美好，能担任你们的副总统是我的荣幸。上帝保佑你们，谢谢你们邀请我来。我想对我们的美国朋友以及所有正在倾听的人说几句话。最近有很多说法，出现了很多指责和断言。当然，我们乐于接受批评，但请允许我坦诚地说，我们不喜欢这种批评的语气。正如万斯副总统今晚提到的，我们尊重美国需要在格陵兰加强军事存在。我们丹麦和格陵兰非常愿意以开放的心态与你们讨论这个问题。如今北约的安全保障同样涵盖格陵兰，但我们非常欢迎北约及其盟友在北极地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将承担起我们应尽的责任。这一点毋庸置疑，我很高兴。副总统今天强调了格陵兰人民有权决定自身的未来，这很重要。就在几小时前，新一届格陵兰政府宣誓就职，新政府获得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并怀有与丹麦以及丹麦政府紧密合作，共同发展格陵兰社会的强烈意愿。我们期待着开展这项工作，